係講網友嗱，呢條片啊，就由呢個根據外國傳媒由中國嘅人口講起，但係主要唔係講中國人口，係講棘住中國人口增長嘅一個 factor。其實一個幾重要嘅 factor 就係中國嘅戶籍制度、戶口制度。呢個呢，我係抨擊咗好多年。呢個呢，簡直係一種農奴制度，係令到個社會非常唔公平。咁但係我亦都知道中共點解咁諗嘅喎，我解釋埋俾大家聽喎，未講呢個之前呢，先問下大家你訂緊呢本書未先？呢本新書呢個係大起大落嘅皇帝朱祁鎮。咁呢就係明史中有7本嘅而家呢就出咗2本。我忽然間諗到呢，就係有啲人未必有第一本啦，咁你就收集唔齊，因此呢，我就印翻第一本朱元璋俾大家。呢本書呢，我就係好驕傲嘅，因為呢個世界上我睇過咁多明朝嘅書，冇睇過一本書係可以解釋得到八股文究竟係乜。你睇完就知道八股文點解一樣好聰明嘅嘢嚟喎。第二就係呢一個朱元璋嗰個統治心態同統治哲學究竟係點？你要明白朱元璋嘅統治心態係點，你先至明白到佢嗰套制度其實清朝完全繼承晒，係佢發明嘅統治制度，足足統治咗中國600年。咁呢個就係呢個係講土木堡之變啦，非常奇怪嘅、非常奇特嘅古仔啦。咁今次咧就咁啦，嗱，呢個原本嘅價錢，你淨係訂一本，每度嘅價錢新台幣幾錢啦？最貴就係美加噶啦，1984蚊一本書，平郵咧就752蚊啫，即係400幾蚊。如果你冇呢本，你加埋呢本朱元璋，加埋朱元璋咧，呢次啲書咧我全部吸個印，就係代表朱元璋嘅統治哲學，有我親筆簽名。有個印就係金杯共與飲白人不相搖，呢個就係朱元璋嘅統治哲學。好啦，如果加埋朱元璋咧，平好多喎，因為個運費平咗嘅，1202蚊啫，有齊晒2本有簽名嘅。2025年2月開始寄出，如果你冇搜集 collect 齊2本，好啦，呢個咧就係我仲諗到點咧。就係你既然寄俾你咧，如果我寄一個紅茶俾你咧，就唔使運費喎。就係如果海運咧就唔好啦，因為就驚整濕咗之類啲咁嘢啦。咁就係空運咧，可以寄多包紅茶俾你。咁呢個加埋紅茶嘅價錢2000幾港澳係港澳1000蚊，1400幾蚊，即係200幾蚊啫喎，連埋包紅茶俾連埋包紅茶俾你喎，呢個係200幾蚊2本書加紅茶，呢個2本書1本書加紅茶，呢個咧係日月潭嘅有機極品紅玉紅茶呢個係手採一心二葉，即係中間呢個蕊兩塊葉，呢個咧係最嫩嘅，呢個春夏茶冇農藥嘅，咁呢個我為大家着想啦。近期中國面臨日益加劇嘅人口危機，政府加強全國宣傳。喂，後生仔，你約下女先得㗎，約下互相約會下先得㗎，快啲結婚或者生仔啦。據《金融時報》報導，而家我講好多嘢咧，based on《金融時報》，好好笑。全國20歲至30歲出頭嘅已婚女性都接到地方官員電話。喂，你有咩計劃你預備幾結婚啦，幾生仔？喂，唔係老豆老母打嚟喎，官員打嚟。呢個令我諗起羅馬尼亞個獨裁者壽西斯古嗰時咧，係有月經警察逐間帳門拍，你究竟有冇搞嘢先？有冇仔生先？我又係有一個建議嘅，我有一個 humble 嘅建議。如果你係結咗婚適齡3年都冇仔生，強制配種，即係咧就用人工配種嘅方法，幫你配習近平嘅精子俾你，呢個係保證全國嘅人口非常優秀，呢個係大家一齊如果咁呢，
習近平就緊要過呢個成吉思汗㗎嚇。如果為幾億中國女人配種就呢個喺浙江一個唔願意具名嘅居民透露，如果當地官員向生育二胎，你肯生第二胎呢，有10萬蚊補助。咁有冇人貪呢10萬蚊生多個仔呢？真係會有嘅。呢啲10萬蚊對鄉農村嗰啲人呢都幾多錢嘅。國務院10月表示，正係草擬一項生育友好型社會。生育友好型社會其實包括乜嘢呢？生育津貼啦，結婚唔係，即係結婚點樣鼓勵你結婚啦？你有咗 BB 同你免費檢驗啦，生仔唔收錢啦，生完之後有補貼啦，就係託兒所啦，你出去做嘢有託兒所啦，生育假期啦，呢啲嘢夾埋都係生育友好型社會下。國營媒體加強宣傳生育嘅好處，《人民日報》甚至講，因為咧街道咧從來啲傳統智慧咧就話一生一胎咧就傻3年，個人咧就傻咗。佢話唔係，越生越聰明。佢話越生個女人咧越聰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嗰個易富賢啊，呢一個係人口專家。中共採取嘅經濟措施咧冇乜效果嘅，因為日本啲咁嘅做法證明係好貴而且低效。即係我睇過就係全世界成套組合拳打出嚟啊！係要2-3% GDP 去鼓勵生仔，都係只係恢復到少少嘅啫。玩住個生仔，1000個人生幾多？1000個人生幾多呢？我講俾大家聽，1000個女人嚇，唔係一個女人生幾多個仔呢？一生入邊，如果佢生2.1個仔呢，個人口就 stable。就係歐美嚇係生1.5、1.6咁上下。佢嘅人口已經減少嘅，但係歐美已經減少咗好多年，但係佢哋咧基本上係穩定嘅。東亞大鑊咯，東亞大鑊。中國係生1至1.1度，台灣就咁上下。最大鑊，韓國0.8，香港0.77，保證你好快絕種，唔使驚冇樓住，死晒啲人就有樓住。點解？一個中國生育成本2022，中國育兒成本係全球最高嘅，由0歲到大學本科畢業，養個仔要68蚊人民幣。嗱，你要知道，中國嘅人均所得係美國嘅1/6，但係中國人養個仔呢係貴過美國1倍。點解呢？因為美國教育係完全唔使錢嘅，我話俾你聽，呢個係可以完全唔使錢喎。中國咧係要錢嘅，呢個係由幼兒園開始，同埋咧睇醫生係唔使錢。嗱，大家睇下中國嘅人口，從來試過下跌嘅咧，就係大躍進嗰幾年有幾大鑊咧。喂，你仲講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就任你噏30萬人啦，你知唔知大躍進死咗幾多人啊？喂，由冇個人口啊，由增加變咗減少啊，係3800萬至4000幾萬人啊。好啦，而家個人口又減少，呢個係一個長期嘅趨勢嚟喎。大家睇下個生育率啊，呢度就係大躍進，曾經試過，然後呢個生育率呢就係跌落嚟噶啦。嗰陣時咧，1000個人生40個仔嚇，個個都好多個仔。去到呢度，1980年改革開放轉咗一胎化，即係準生1個仔。結果去到呢度放鬆咗一胎化，準生2個，又準生3個。但係啲人繼續唔生，跌落嚟，呢個因為經濟狀況而死亡率上升，喺呢度進行交叉，呢個係。好啦，1979年開始啊，一孩化，結果去到呢度呢啲 project 出嚟嘅，老人多咗咁多，
working 呢個係 working population 15至64歲，細路仔少咗一半咁滯啊！細路仔呢個冇個老人不停增加，呢個冇希望嘅社會，即係咧我未曾見過一個社會啊！我話俾大家聽，我大學第1年咧就讀人口學嘅，我仲有啲印象喺度。係所有全世界我就未曾見過個人口老得咁快嘅，就因為全世界都未試過有咁強硬嘅一孩化。呢個係《華爾街日報》。雖然中國領導層一直試圖提高生育率，但有一個關鍵問題，農民工唔肯生仔。呢個大鑊！中國有幾多農民工咧？有2億幾人，淨係啲農民工唔生仔咧，你就好大鑊咯。已經係佢呢個就開始講個戶籍問題嚇。戶籍制度好似一埲無形之牆，大家聽我講過。戶籍制度係一種農奴制度。乜嘢叫農奴制度啊？農民嗰啲農民唔可以離開笪地嘅，呢啲就係農奴，唔准你自由遷徙嘅。等農村勞動力啊帶唔到個仔入城，咁佢哋咧就覺得佢哋同個仔嘅關係咧好差。如果帶佢哋入城咧，嗰啲教育啊乜嘢都好大問題，醫病都好大問題。因此，而且入城咧個居住環境好差，住嗰啲環境好差，或者有時瞓街添。而家仲有好多露天添，咁咪唔生仔咯。而家講戶籍制度。史丹福大學研究人員講，中國係世界上唯一將城鄉差距用法律固化嘅國家，明唔明啊？係有法律規定你要有個戶籍，個戶籍喺鄉下同喺城市係不同嘅，你明白未啊？係唔準要批准你先至準入城嘅，冇。點解冇呢？因為根據全世界人權公約嚟講呢，係規定咗所有 citizen 喺個國家入邊係可以自由遷徙嘅，係冇。因此除咗中國係冇一個國家有法律明文規定嗰啲人呢搬去第二度呢要嚟批准嘅，而且你根本唔會批准。而且住喺唔同嘅地方個公民權利呢係有所不同嘅，呢個呢係冇嘅。我可以話俾你聽。由於戶籍限制，好多農民工子女被逼留喺鄉下。喂，佢哋而家由80年開始呢個一孩化到而家，有好多呢，而家20幾歲嗰啲呢，即係佢係90幾年啊，20年出世，佢自己留守兒童大咗，佢親身經歷過幾痛苦，佢哋唔肯生仔。一個27歲嘅嗱，如果27歲呢，佢就97年出世啊！因為自細自己就留守青年，佢唔想結婚生仔。對多數農民嚟講，去城市係做乜嘢？住喺啲工廠宿舍，或者夾埋租一間房。點樣可以養育到個家庭呢？如果個養育個家庭環境好惡劣呢，好多動物都唔生仔喎。即係最似嘅呢，就係啲金雕啊！金雕咧有時喺北方嘅地方咧好少樹，如果隻金雕霸唔到一個笪好嘅地方嚟到起個竇咧，佢就唔生仔，冇屋就唔生仔，冇樓唔生仔。咁就另一個極端係嗰啲天堂鳥啦，嗰啲天堂鳥咧就係自己整一間好靚嘅屋出嚟，整個鳥巢出嚟，個鳥巢做得唔靚咧就冇女睺㗎咯，就睇邊個間屋做得靚。即使有啲農民工帶咗啲細路返工，返城市，進入民辦學校，啲學校成績好差，冇人監管，將來大咗揾唔到食。一個30幾歲嘅北京服務員黃女士，因為冇辦法同仔團聚，關係好差，佢甚至唔想同我講嘢。1/4嘅留守兒童表示，一季3個月，即係收到1次爸爸媽媽嘅電話啫。大鑊咯！靠阿爺阿嫲湊阿爺阿嫲，亦都有嘢做啦。第一、第二，阿爺阿嫲呢，好容易過於溺愛嘅。
冇咗爸爸媽媽嘅監督教育咧，好容易有幼年心靈創傷。呢個係一啲城市啊，曾經關閉趕低端人口，驅逐農民工，令到佢哋覺得更加唔穩定。一個喺北京送外賣嘅秦先生話：佢同老婆計劃存多啲錢咧，翻鄉下生仔，生一個咧就夠啦。嗱，我解釋一下大陸嗰套制度俾大家聽。大陸嗰套制度咧，因為佢正相信咧，佢唔將人權當一回事。點解外國係覺得咪每個人有權去佢認為最適合嘅地方住喺個國家入邊？但係咧，大陸就話：如果你啲人湧晒去啲城市度，個城市唔夠屋住，係咪會造成貧民窟啊？好似喺新德里、馬尼拉啊，呢一個巴西啊，係好多嘅貧民窟喎，數以百萬計嘅人住喺貧民窟喎，衞生好差，教育好差。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因為當初認為唔夠樓俾人哋住。你如果全部搬去大城市度，造成大城市好大壓力。第二就係大城市係要入去大城市嗰度，嗰啲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福利係好好多。佢認為我唔可以 afford 俾啲農民自由入去城市嗰度享受呢啲福利。我係喺10年前睇見有一個人留言喺大陸，佢話大陸嘅公民分為好多種嘅，最高級嘅就係喺北京、上海嘅公民，佢哋係入名牌大學嘅機會啊，係你嗰啲窮鄉僻壤嘅地方，如果貴州咁爭20-30倍，即係喺北京、上海分數低好多，都入到一流大學，喺貴州就要高好多分數先入到一流大學。睇醫生所有嘅資源，三甲醫院都喺啲大城市入邊。退休嘅保險亦都係完全唔同嘅。通常一個工人如果喺城市度退休呢，我睇過係有2-3千蚊嘅退休金，喺農村呢係得120蚊到170蚊一個月，咁係咪兩種人？好啦，我哋再講下結果前3個季度，我都以為大陸經濟有啲恢復會好啲，仲大鑊。個做女嗰陣時，結婚登記總數再跌17%，繼續唔結婚。幾多人結婚呢？今年好似得400-500人啊，頭3季。結果如果今年結婚600幾對，600幾對，如果每對生一個仔呢，將來呢就變咗係出生得600幾萬人。哈佛大學呢個榮休教授懷默挺，農民工喺大城市冇辦法平等獲得資源，呢個係生育率下降嘅主要因素。即係咧，同樣喺韓國啊，嗰個生育率咁低呢，就係佢有套荒謬嘅制度，就叫全租房。你租一間房，你要俾晒幾年嘅租金佢，俾個按金佢。咁咧，你搬走嗰時咧，佢就俾翻你。結果咧，好多人唔可以 afford 嘅，呢個係香港又係有咁多人喺劏房住，呢個居住嘅壓力咧太過大。一個20幾歲嘅快遞員，佢30歲前都唔會結婚，賺多啲錢好冇安全感，好冇安全感。喺中國北方今年發生一個13歲嘅男孩俾同學殺害。受害者嘅兇手同父母都喺外地打工，即係將細路同爸爸媽媽隔離，唔能夠跟佢哋住，係造成極大嘅反社會人格。今年11月，有一個留守女童俾人哋強姦，判死刑，結果嗰個嘢判決中指出留守兒童已經成為容易受到侵害嘅目標，好大問題。而我諗而家好啲啩，早7-8年我見到真係眼淚水都飆嘅，有6-7歲嘅細路女幫個細佬煮飯食喎，煮飯俾2個細佬食喎，真係6-7歲啫喎。北京嘅非營利機構上學路人留守兒童，不但只係親情缺失，冇爸爸媽媽，
好容易心理有問題，心理健康問題，所以佢哋更加唔想生仔，而生仔嗰個讀書嘅機會亦都係好細啊，輸在起跑線，所以唔敢生。大家睇下中國嘅人口啊，本來就預備咁樣下跌。我哋講唔係好耐，喺2040年啊，中國嘅人口會跌到幾多呢？我哋睇下13億，本來 expect 跌到13億。呢個咧係加劇跌嘅，2040年單5000萬到啦，到2100年咧，中國嘅人口咧就剩翻6億。如果而家呢種加劇跌咧，就剩翻4億，咁啊好高興啊，剩翻4億人，大把樓住，一個人住幾層樓？嗱，咁奇形怪狀嘅呢一個人口分佈圖咧，呢個咧我就未見過嘅，呢個就係2024年啊。2050年咧，你睇好似有隻腳咁嘅喎，成碌嘢變咗咁細。我問你死唔死？呢個就係老人喺上邊，老人喺呢度。嗰陣時最高嘅生育率嗰陣時喺呢度。《金融時報》報導，戶籍制度使到中國出現二等公民。《金融時報》話，一個喺北京長大嘅金姓女性為例，講明戶籍制度點樣影響年輕人嘅人生發展，對佢哋好大影響。因為佢唔係北京戶籍，佢被要求翻去爸爸媽媽戶籍所在地參加高考，佢唔肯翻去。我一生都未翻過去，我點可以翻高考？結果上唔到大學。因為佢點解唔肯翻去呢？因為佢翻去考呢，入大學嘅機會係細好多嘅。中國政府今年7月發布5年計劃，係放寬中型城市嘅戶籍限制，釋放城市化巨大內需壓力。佢而家咧就 compromise 咗嗰啲細啲嘅城市咧，就俾人哋搬入去住，準將戶籍咧就搬入去。但係一線嘅大城市咧仲係唔俾嘅。但係北京同上海呢啲富裕城市起一埲牆喺度，意味上能夠享受最好嘅教育、醫療、保健，更容易獲得穩定嘅政府工作。呢啲特權呢，就係呢啲人嘅北上廣深，然後就杭州、蘇州呢啲地方。大家睇下呢個就係城鄉差距，呢個就係農村嘅人嘅平均收入，呢個就係城市居民嘅收入。呢個差距係越嚟越大，越嚟越大。雖然中國城市化已經由2005年嘅43% 升到66%，但係1/4嘅城市居民係冇戶籍嘅，除4啊，16%，即係50%咧有戶籍嘅啫，其他攞唔到戶籍。大家睇下呢一個就係嗰個 urbanization 原本個 chart， 因為冇戶籍影響就變咗咁樣樣。有個差距。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托馬斯取消戶籍制度，就可以為中國經濟增加新嘅增長動力。北京同上海咧入戶咧唔係咁容易嘅，要你有學歷啊、專業能力啊、納稅啊，有個積分系統嘅。喺北京有戶籍可以享受20幾項權利。聽講話最有福利嘅，仲好過北京、上海嘅就係你係台包喎。佢話台包咧，政府咧而家要統戰台灣人咧，會借錢俾你做生意喎。好多人咧夾埋啲幹部咧，就呃咗成1000萬喎。嗰個係八囧講嘅嚇，大家睇嗰條片，直接入全國最好嘅學校。呢啲學校為學生提供更好嘅升學準備。北京同上海嘅最好嘅大學唔係喺北京就係上海。北京同上海嘅重點大學，佢哋係優待本地戶籍嘅考生嘅，所以佢哋低分好多都得嘅，佢哋獲得一定嘅配額嘅。外國考生咧就好大鑊嘅。河南省考生，呢個河南省1億人，係上海同北京嘅20倍，人口係佢嘅20倍，但係錄取率呢，即係呢兩個城市嘅1/5啫。大家睇下，呢個係參加考試嘅人數，最多係河南啊，成1億人，河南成1億人。呢度參加考試嘅人數，北京呢個係
呢個幾容易入到大學，上海、天津、北京呢啲地方係零零舍舍係另外一種人嚟嘅。北京嘅戶籍價值係咁高啊！而家咧就係、譬如你要嫁或者娶一個有北京、上海戶籍嘅人咧，呢樣嘢係一種 bargaining point，呢種考慮因素。嗰啲公司係將佢作為人工嘅一部分，我提供北京嘅戶籍俾你。好多農民工，即使係小城市放寬戶籍限制，係啊，咁點解你唔去嗰啲小城市做？唔肯喎。嗱，點解咧？就因為咧，佢鄉下係有笪地嘅。嗱，你知道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就將鄉下啲地其實就分咗，表面咧就承包咗俾每一個家庭。所以咧，你冇工做啲農民工咧就唔當你失業，因為咧你有發地田，你翻去就可以自己耕田啦。咁佢拎住咗呢塊田，有時咧就有啲宅基地可以起一啲屋添嘅，佢就唔捨得放棄呢樣嘢喎。唔捨得放棄呢樣嘢，你而家放鬆，俾佢加入嗰啲小城市，佢諗下要放棄咗呢笪地。嗱，我舉個例子你就知。我10年前翻去我鄉下嚇，呢個南文村原來咁，凡係有戶籍嗰啲人咧，每年咧有8萬蚊派嘅人民幣。點解有得派啊？因為我哋條村咧就有一部分啲樓咧。就係咪賣咗俾碧桂園啊？佢係有租收嘅，嗰啲地係有啲咧就起咗廠房租俾人，咁咧就全村有戶籍嘅人一齊派。如果你離開咗咧，就冇得派啦，明唔明啊？咁你就冇咗呢啲。有啲咧就變咗係城中村，就更加緊要啦。你可以起嗰啲呢個宅基地上面起樓啦，你又唔捨得拋棄呢啲嘢，你唔捨得拋棄呢啲嘢。但係咧，我話俾你聽，真正嘅政策咧就係、全部你想拋棄嗰啲地攞翻晒出嚟，愛嚟拍賣啲地，俾人大規模嚟到搞耕種，用機械耕種 ，instead of 小農經濟，盡量機械化耕種，將嗰啲地咁，然後咧呢啲地嘅收入咧有一半就俾擁有地嘅人。然後嗰一半咧就幫佢擺落嗰啲公積金度，擺落去嗰個退休金、醫療保險嗰度，佢就可以搬去任何大城市，就用呢啲錢嚟到補貼翻佢得到嘅福利，咁樣咧就解放晒所有嘅人口出嚟啦。呢個係好多專家認為唔解決戶籍問題，生育鼓勵政策冇用。呢個係好，呢段講到呢度。好啦，同大家講講我呢個遠洋貓館啊。首先第一就好多網友都話想買我哋嗰啲韓國 supplement， 因為好抵嘅，好 effective。海外網友全新遠洋貓館軟件3大升級，升級1就多咗產品，你揾到好多大多數啲韓國保健功能，包括咗益生菌啦、獵護素啦、呢一個護肝素啦、腦消樂啦、護眼素啦、男士女士維生素啦、Q10啦、紅心 Plus 啦、關節樂啦、超臨界魚油丸啦、呢個紅心液啦、蛋白沖劑啦、生益生菌啦、鞏俐丸啦、維他素 C500啦，當然唔少得 NMN Collagen 同埋受歡迎嘅雅烏樂光彩護乳法第2代啦。第二，配送好多地區，包括加拿大、英國、美國、澳洲、新西蘭、日本、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同埋台灣。第三，好易計嗰個運費係，而家咧每樣貨品咧都有個重量嘅，你剔落個重量度咧就顯示個運費㗎啦。大家記住呢個網站 Q Food More， 你就可以喺海外買到呢啲健康保健品。